行归来之后没几天又出门了，等我重新回到家里已经是9月了。在我的旅行之前的菜园管理视频里承诺的给大家展示旅行归来后的菜园，一直拖到了现在，所以这个视频呈现的是前后2次旅行归来后的我的菜园。这里展示的我的9月菜园的画面，应该可以让大家相信，即便我们有菜园需要照顾，如果安排得当，短期时间内也能海阔天空，享受生活和打理菜园两不误。每次旅行归来，最想看的当然是我久别的菜园。这个挂在阳台边的鱼刺瓜是给我最大的一个惊喜。出门之前，我给这朵鱼刺瓜人工授粉，一晃2周，它不仅顺着绿杆爬上了阳台，而且结了这么大的一个瓜，真的应该给它颁一个最佳表现奖。自从种了鱼刺瓜，它就成为我菜园里每年必不可少的蔬菜。去年收获的鱼刺瓜放了整整一个冬天、春天到现在的盛夏，还没有吃完。这边爬通往上的贵族南瓜躲在翠绿的叶子后面，在想和我躲迷藏。旅行前我都没有发现它已经开始结瓜了。如果你品尝过贵族南瓜，一定会喜欢上它，香甜绵密，说它是南瓜中的极品也不为过。这边菜床里的蔬菜郁郁葱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扦插成功的空心菜。它们长得这么茂盛，的确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有几根茎杆长得超长，胡乱地支棱到菜床边缘。这边有一根茎杆完全横穿整个菜床，接触地面的地方长出了好多根须。我决定留着它，后面我会上视频介绍我扦插空心菜的方法。如果你有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记得一定要打开小铃铛，这样等我上传最新视频的时候，你就不会错过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我把这个小菜床里的老的红菠菜拿秧后，在空心菜的旁边重新播了种，2周不见，它们已经长得有模有样了。种植筐里的番薯叶有很多藤蔓需要整理，当然今天我的餐桌少不了我们特别喜欢的蒜蓉番薯叶。羽衣甘蓝一如既往的长势喜人，已经采收过很多次了。如果你观看过我以前的蔬菜种植视频，应该知道羽衣甘蓝是我每年必种的蔬菜之一。它作为一种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的营养非常丰富的蔬菜，同时也连续几年被美国农业部列入最脏蔬菜的榜单。因为在种植过程中会使用大量的农药和化肥，以保护羽衣甘蓝免受虫害和疾病的侵害，并促进快速生长。我从不用任何农药和化肥，我的羽衣甘蓝也不曾有什么虫害，从开春一直种到入冬，甚至还可以过冬。每年我都会种植4个品种的羽衣甘蓝，我们家真的是太喜欢羽衣甘蓝了。和去年一样，这个菜床边有自然生长的红菠菜树，它们是去年红菠菜结了种之后散落在地上萌芽生长起来的。我留了几颗，让它们继续成为我菜园里耀眼的一抹红色，同时让它们为我结更多的红菠菜种子。这个靠近栅栏的菜床是我的菜园里爬藤蔬菜的聚集地，我种了南瓜、丝瓜、葫芦、鱼刺瓜。2周时间，这个藤蔓至少长了2米，已经垂落到芹菜地里了。我把所有的藤蔓好好规制了一下，不能让它们如此杂乱无章。下面的芹菜是我自己育苗种植的，都说芹菜育苗很难，今年我尝试了一下，看着它们郁郁葱葱，我特别开心。芹菜和我种的羽衣甘蓝一样，每年从开春可以一直种到入冬，非常值得种植。这边的油麦菜快长成树了，这都是因为这些天我们这里的雨水太充足了。
这些育苗盒里的白萝卜是女性之前种的，当时菜床里都种满了。现在松土、番菜同时增加一些自制堆肥，我把白萝卜苗种到了番茄的前面。番茄和白萝卜可以一起共生种植，因为它们在生长和根系深度上有一些互补性。白萝卜通常生长在较浅的土壤中，而番茄的根系较深，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共享土壤的不同深度，更有效地利用土地。同时，一些白萝卜品种有驱虫作用，可以帮助减少番茄常见的虫害。另外，白萝卜的生长可以改善土壤通气性，并减少土壤中的病菌和虫害。现在我的番茄正值结果期，而白萝卜苗还非常幼小，不会遮挡番茄的阳光照射，影响光合作用。入住菜床里的白萝卜飞速生长着，同时我在墙角的夹缝中发现了2颗白萝卜苗，这应该是当初在育苗盒里给白萝卜育苗时有种子洒落到缝隙里了。从这里可以勉强看到有白萝卜非常憋屈地挤在缝隙里，无法动弹，我只好采收它们嫩绿的萝卜叶食用了。这个夏天我们这里的雨水特别充足，的确节省了很多水费，但同时温差波动也很大，骤冷骤热，蔬菜也经历了极大的考验。这个小菜床里种植的冰菜和红菠菜原本都长得很好，但经过几次温度的大起大落之后也都纤维化了。我把它们全部拉秧之后，重新种植了喜良的红菜苔。我把这个菜床结的黄瓜采摘了，同时我看到一个小南瓜，它的根都露出来了，赶紧多培了些土。在整理菜园的同时，也正好开始种秋菜。在这个3层的种植架里，原本种植了各种生菜，现在我重新分别种植了沙拉菜、芥菜和红野生菜。在有8个分隔的种植袋里腾出的空间，种植了花椰菜、菊苣和豌豆苗。不到1个月时间，我的沙拉菜已经可以采收了。这边的油麦菜收了之后，我在松土的同时加入了我的自制堆肥和蛋壳粉，撒了小叶茼蒿的种子。去年入冬之前，茼蒿结出的黄色的花朵牢牢地吸引了我的视线，很是欣赏。在我的视频《菜园好物》里介绍过的果实保护袋已经派上了用场，它们的确很起作用。我的番茄被防不胜防的花栗鼠、松鼠打劫成功的个案和去年相比少多了。想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也选择用果实保护袋保护番茄，袋子要尽量选大一些的，因为番茄通常都是成串生长。第2次出门旅行之前采收了一批番茄，它们一如既往地给我带来无限的开心和满足。等我第2次旅行归来时，又收获了更多的喜悦。我把大大小小、色彩各异的番茄清洗干净后冰冻起来，即便入冬了，我也有自己种植的番茄食用。今年我的菜园出现了2个奇葩瓜果，一个是这个自虐的丝瓜。它的瓜身穿过固定爬藤架的钢丝扣，如兽形一般，真不知道它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如此悲凉。另外，这是这个完全躺平的南瓜，每每看着它舒舒服服地平躺在高高的爬藤架上，沐浴阳光的照射和雨水的冲洗，再对比一下悬挂在爬藤架上的其他南瓜、丝瓜与刺瓜葫芦，它是不是太无忧无虑、洒脱自在了？平日里我会3天2头的去打理菜园，
修剪、采摘、浇水、施肥、防虫。因为外出积压了1-2个星期无人管理，回家之后当然得多花费一些时间，让菜园恢复井然有序的状态。对我菜园里种植的南瓜、葫芦、鱼刺瓜、丝瓜、黄瓜、西葫芦等结果蔬菜，因为出门在外失去了人工授粉的机会，它们所结的瓜果有可能减少。种菜有时也得坦然面对意想不到的状况，就像这3个苦瓜，本以为还能长大一点再采收，结果等我回来发现已经完全成熟开裂了。苦瓜是吃不上了，那就收集一些种子，留着来年再种吧。对于一些绿叶蔬菜可能会面临需要大量采摘食用的状况，所以我会采用一些我积累的经验储存它们，而不至于浪费。在以后的视频里我会介绍给大家。如果大家像我一样家有菜园，同时需要外出旅行，可以点击观看我的这个旅行前的菜园管理视频，了解我采用的几个方法，做好充足的准备。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第2次旅行归来之后菜园的现状。总体而言，如果管理得当，出门2个星期左右，我们的菜园依旧可以保持枝繁叶茂，不会被荒废掉。今年是我特别忙碌的一年，半年中远游了4次，包括横穿整个地球的回国探亲，所以更新视频的节奏很慢。承蒙朋友们的挂念和支持，从现在开始我会多多努力，分享有品质的新视频给大家。欢迎订阅、点赞和分享我的频道，我们下次见。